要说提升现代人生活幸福感的神器，智能马桶必不可少。自动开关盖、清洗、加热、烘干等贴心功能，让我们在上厕所短短的10几分钟里，身心都得到了极致的放松。说到智能马桶，就不得不提一个经典永流传的故事。在挺多年前，国人去小日子旅游，抢购马桶盖成为潮流。对，就是智能马桶上面那个座圈翻盖。关键是当年闹到最后，人们才发现，那么好用的护局神器，其实是小日子在咱们中国加工的。这引发了舆论对因技术差距、缺乏创新而面临困境的中国制造的大讨论。如果说当时咱们技术真的不行，国人只能给人家代加工当劳力，抢购小日子的产品情有可原。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工业明珠，且遥遥领先了，更何况一个智能马桶呢？你要说咱们连一个智能马桶都做不好，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智能马桶，无论是智能化程度、舒适度、美观度，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验证，早就超过了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如果还去盲目迷信外国货，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以销量为例，2023年的数据暂时没出来，我们拿2022年来看，国产智能马桶线上销量前10有7个是国产品牌，占据总销量超80%的份额，碾压外国货。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很多大家熟悉的国外知名大牌马桶，绝大部分都是国内代工的，比如摩恩、德尔塔、Roka、美标等等，有的是全代工，有的是用国产配件组装。所以说，现如今咱们国产马桶妥妥的行业扛把子。如果不是特别需要追求品牌附加值，根本没有必要再去迷恋高价外国货。这期节目我们就借此聊聊国产智能马桶品牌逆袭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国产智能马桶的故事离不开3个地方，分别是浙江台州、广东潮州以及福建厦门。首先要提的便是台州。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率先捣鼓出智能马桶盖，之后被日本人所青睐，迅速在日本普及。到1992年时，日本的智能马桶普及率已经过半，酒店、商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很多都标配。而同一时期的咱们，大多数人还不知智能马桶为何物。直到1995年，台州商人金建国无意中接触到智能马桶盖，随即派人去日本带回来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成品，拆解研究后生产出了第一款国产智能马桶盖。2003年，他又成功研制出全国首个一体式智能马桶，从此国内有了自己的智能马桶。作为发源地，国内最早一批做智能马桶的品牌基本都扎根于此。他们笃定，随着经济发展，未来国内一定是智能马桶的时代。然而，现实给了厂商们沉重的打击。那个年代，国内家庭装修基本都是蹲厕，马桶少之又少，更别说昂贵的智能马桶了。就这样，直到2015年，去日本抢购马桶盖引起轰动后，将智能马桶这个国人不太关注的领域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整个智能马桶产业突然间有了空前的关注度，一批国人也将目光转向了国产。不过，2015年的这股东风不止吹到了台州，还有遍地生意人的广东和福建。3大产区共同发力，齐心研发，从高端到中端，中端到低端，贴牌到自主，线下到线上，开始了全方面的比拼。这时，台州的劣势就逐渐暴露了。除了有先发优势外，在马桶产业链上就比较落后，特别是马桶重要的配件陶瓷，一到订单高峰期就供应不上。这一时期，广东潮州迅速走上台前。潮州是全国最大的卫生陶瓷生产出口基地，有上千家相关企业聚集，口碑和质量在国内名列前茅。但因偏科严重，早期主要是为台州供货，双方互补生产智能马桶。不过时间久了，潮州的企业就发现，与其做配角，不如自己也挺身入局。于是局面就反过来了，台州生产的智能马桶盖为潮州供货，潮州凭借陶瓷优势组装了大量的中低端智能一体机马桶。彼时的潮州堪称智能马桶中的华强北，一举把价格打了下来。毫不客气地说，咱们现在能用低价享受到智能马桶的便利，潮州功不可没。其实无论是台州还是潮州，他们生产的智能马桶只能说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一个擅长盖板，另一个擅长陶瓷，缺乏核心技术，如果和国外品牌竞争，明显还差点意思。直到福建企业的崛起，才扭转了关键局面。福建是近年来智能马桶产业发展较为快速的地区，尤其是厦门，企业规模相对较大，台资企业、上市企业较多，企业产业链完整，从原材料生产、模具开发到终端产品，均能保证产品品质。甚至国内智能马桶领域的多项国家标准的制定，也是靠厦门企业来完成的。这其中具有突出贡献的，便是瑞尔特，国内智能马桶行业的资深玩家之一。
咱们普通人对这个名字可能很陌生，但殊不知你家的马桶大概率和这家企业有关。瑞尔特早期的业务是生产冲水组件、马桶盖板以及水箱等马桶中的绝大多数配件，尤其马桶的核心冲水组件这块，瑞尔特是这方面龙头企业。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估量排在首位，即使放在全球也是前3的存在。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咱们市场上随便买的一台马桶，别管是不是智能的，都和瑞尔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难怪他们敢宣传全球每3个家庭就有1个在使用瑞尔特的产品。那么瑞尔特是怎么做到的？故事还要从董事长罗远良说起。1993年，27岁的罗远良经历了人生低谷，只身来到厦门，在卫浴行业打工6年之后，选择了创业之路。他和另外3位合伙人在厦门成立了瑞尔特，致力于节水型卫浴配件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说白了，就是生产马桶的配件。别小看马桶里的冲水配件，在那个年代，想要冲水冲得干净，同时做到省水噪音小，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于是，瑞尔特决定专注于马桶冲水组件的研发。早在2001年就研制出连体半排、全排双档排水阀等高效节水组件，吸引了多个国外大知名卫浴品牌合作，为他们提供马桶配件。2010年前，产品就远销亚洲、南美、欧洲、北美等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现在，瑞尔特的冲水组件在节水和静音上已经很成熟，单次冲水可以做到仅耗费3.5升水。其研发的 eShine 冲刷系统更是荣获国家级科技2等奖，冲刷标准超国标2至4倍，噪音仅约60分贝，真正做到安静有力。目前，瑞尔特的 B 端客户数量超过2000家，分布在世界各国，对全球全民节水做了很大的贡献。至于智能马桶，瑞尔特也是国内开创者之一。2008年，罗远良赴日本、韩国商务出差时，发现2国的智能马桶普及率极高，他便意识到智能马桶将在国内成为消费升级的一个趋势。然而，当时的智能马桶的专利几乎被日韩垄断，如果向日韩交专利许可费来生产，基本上没有利润可言。于是，瑞尔特花了10年时间，投入数亿资金，开始自行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马桶。没想到这一研发不得了，直接成为了国内智能马桶领域的多项国家标准、行业和协会标准的参与起草与制定单位。2017年首发无水压限制eShine系统智能马桶上市，2019年研发健康检测智能马桶，2021年研发智能物联马桶，相关专利高达1800多个。那么，瑞尔特的技术实力到底怎么样？我们拿这台 A60 智能一体机举例，这是一款集大成的产品，被瑞尔特内部视为家居卫生间的革命性产品。它的独特功能和实用性的结合，完全超出人们对马桶的想象。问大家一个灵魂问题：马桶的本质是啥？当然是排便，对吧？那排便最怕什么？想必很多人担心卫生问题。一方面，人体排泄物带有很多病菌；另一方面，马桶近距离接触臀部，如果不能保持卫生，想想就恶心。瑞尔特 A60 主打的就是安全、卫生、便捷。首先是除菌方面，智能马桶的囤洗和冲水一般都是接自来水，而且还是同一根水管。我们不能保证自来水一定是干净的，而且冲水和囤洗用一根水管，很难避免污染物的交叉。为此 ，A60 特意采取了 UVC 动态水除菌设计。简单来说，双水路设计，囤洗的水和冲马桶的水分开供给储存，且通过 UVC 光学模块可对囤洗的水进行紫外线的物理消毒净化杀菌。因为这种技术属于光谱杀菌，消毒效果快，哪怕是囤洗水冲出来的瞬间就能做到秒杀菌。该技术通常被用于饮用水和医用无菌水除菌，所以效果非常 nice。而 UVC 动态水除菌这一设计也将在2024年后上线的全系列产品中加以采用。不开玩笑地说，你拿瑞尔特 A60 的囤洗水洗水果、洗碗筷，都比你直接用自来水冲洗的干净。接着看下一个重点。众所周知，智能马桶是要插电的。作为一个安装在卫生间这种潮湿场所，且长时间需要与水接触的电器，智能马桶的用电安全不容忽视。网上随便搜一下，漏电、自燃等现象并不少见，特别是马桶堵塞、脏水倒灌的时候更容易漏电。对此，瑞尔特就在智能马桶中使用了模块化的水电分离加强弱电分离设计。简单来说，就是马桶内部一半是水路，另一半是电路，互不干扰。尤其是电路这边，基本都是模块化组件，裸露的电线很少，不但安全，也方便拆卸维修。值得一提的是，在电热水器上普及的防电墙设计也被瑞尔特应用在了马桶里。
做法就是将前后两端水管加长加细，起到加大水阻的作用。即使真的漏电了，电流强度也基本被控制在了人体安全范围内。经过实测，瑞尔特 A60 的泄漏电流仅有 0.18 毫安，而其他品牌的产品是 1.32 毫安。如此低的电流，人体不会有任何感受。OK， 继续往下看，瑞尔特的安全还体现在使用健康上。很多科普文中会提到，冲水的时候要把马桶盖盖上，不然粪便分子会落到咱们身体或卫生间的洗漱用品上。但是呢，大多数智能马桶的设定是先冲水再关盖，很反人类。瑞尔特 A60 就很聪明，创新了微波自动感应加用后自动关盖冲水功能，更符合使用习惯，避免细菌窜出。除了这些卫生方面的功能，智能马桶的便捷也是很多人看重的。瑞尔特研发的双用户模式就备受好评，毕竟每个人的臀部大小和使用习惯都不一样，有必要做好区分。只要设定2个用户的如厕模式，水温和冲洗位置等细节之处就可以自动切换。而其他品牌那边，要么没有这项功能，要么就是功能调整繁琐，老人和小孩子不会用，智能马桶就像智障马桶一样。另外，很多智能马桶标配的泡沫盾存储瓶都是外置的，不美观还容易踢倒，对小面积的卫生间很不友好。瑞尔特就顺势改成了内置的隐藏式泡沫盾，更美观，日常清扫更方便。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领先的功能外，还有很多小细节，瑞尔特 A60 也做得很棒。比如弧形喷干，喷水的时候离污物更远，更干净卫生。4季智能温感调节，可以根据环境温度智能调节水温、风温、坐温，再也不用担心有时候马桶坐久了烫得屁股疼。说到温度调节，瑞尔特 A60 还有高清数显功能，水温和坐温都在马桶盖上以高清显示屏展示，可以更准确地调节到自己所需要的温度。怎么样？如此高配置且贴心便捷的智能马桶，是不是刷新了你的认知？懂智能马桶就选瑞尔特，相比国外大牌上万的溢价，国产才是真的香。最后聊聊其他的，在查询瑞尔特相关信息的时候，品牌哥有注意到，在智能马桶功能如今已经高度雷同的情况下，他们还在坚持不懈的创新。除了前面提到的 A60 智能一体机的多项领先功能，瑞尔特在当今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下，还更加注重适老产品研发创新，比如有扶手、可升降并且声控的马桶。甚至瑞尔特正在做用户大健康管理产品，通过开发 App 链接智能马桶盖获取的用户健康数据，包括对小便等进行医疗数据分析，给出健康提示。我想能做到这样，一方面是瑞尔特的品牌信念，希望通过创造令人留恋的卫浴空间，让美好的生活得以依存，让家人的关怀和爱意永驻。而另一方面，每年的研发创新投入占到销售额的 4% 以上，有足够的实力支撑。总之，在瑞尔特身上，我们看到了智能卫浴的进步，中国品牌的进步。愿国产马桶的逆袭继续乘风破浪。